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程毅被嘲居静一第二，4部剧撞桩，演谋略角色却在活动上错车还摔跤，到底是谁给他们的错觉，让他们觉得可以用千篇一律的妆造来糊弄观众？程毅在同龄男星中演技确实可圈可点，但是妆造太过敷衍了，简直把观众当傻子。看到他4部剧中如出一辙的妆造，不禁让人想起鞠婧祎当年的传说，也算是后继有人了。2025年腾讯星光大赏的舞台侧区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程毅从后台返回座位时，发现自己的位置被赵又廷临时占用，礼貌避让的他转身时脚下一滑，整个人踉跄着扑向隔壁座位的王宝强。这位在莲花楼里能靠婆娑步轻巧避开案件的江湖神探，现实中却没能稳住脚步，幸好被王宝强一把扶住。小老弟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王宝强的玩笑话化解了尴尬，却被网友截成动图传遍全网，配文调侃李香怡的轻功之存在于特效里。这荒诞的对比恰如程毅当下的处境，屏幕上他是智计百出的侠客，生活中却总因迷糊出糗。观众既惊叹他在莲花楼中的细腻演技，又吐槽其4部剧撞脸的半永久造型，更有人将他与以万年不变网红妆著称的鞠婧祎相提并论。富山海首播当晚，弹幕里头套没换脸怎么还肿了的吐槽格外刺眼。观众一眼认出程毅饰演的萧秋水头上那顶鬓角贴得死紧的假发套，与3年前莲花楼里李莲花的发型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发量更显稀疏，在高清镜头下甚至能看到发际线边缘的卡粉痕迹。这种熟面孔并非孤立，有细心网友整理对比图发现，从2020年琉璃的司凤，到沉香如屑的应渊，再到莲花楼的李莲花，4部剧的造型雷同率高达80%。同样的3-7分刘海，相似的高颅顶处理，几乎不变的鬓角弧度，就连打光角度都如出一辙，被调侃为换剧不换头。富山海宣传时强调的江湖浪子造型，实际不过是将旧发套略作修剪，搭配不同色系的同款白衣。剧中萧秋水初入江湖的少年装扮，与沉香如屑里唐州的入门弟子造型堪称双胞胎，仅在腰带纹饰上略有差异。这种偷懒在细节处暴露无遗，萧秋水受伤的战损妆与李莲花中毒后的妆容使用了相同的腮红晕染手法，甚至连角色思考时轻蹙眉头、捋头发的习惯性动作，都能在4部剧中找到高度相似的镜头剪辑。有观众无奈调侃，看他新剧不用补剧情，反正发型和表情都似曾相识。如同鞠婧祎在古装剧中永远保留的头包脸假发套、一字平眉和玻璃唇，程毅的造型也陷入了固定模板厚重的发胶固定住的，不仅是发型，更是角色塑造的可能性。富山海中萧秋水本应是历经磨难的江湖侠客，但其始终整洁的发型和精致的妆容，让角色缺失了应有的沧桑感。当他在剧中喊出"我已漂泊10年"的台词时，弹幕齐刷10年风吹日晒，发型丝毫不乱，这种割裂感严重影响了观众的代入感。面对造型单一的批评，粉丝坚称古装剧造型本就受限，并举例其他演员也有相似发型。但这种说法很快被反驳，肖战在《陈情令·斗罗大陆玉骨遥》中的古装造型各具特色，从未无限的随性不羁到石影的清冷仙气，通过发型、妆容的细微调整就能清晰区分角色个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程毅在《长安24计》杀青特辑中展现的白发战损造型曾惊艳全网，3种灰白色晕染的发丝与血色伤痕形成强烈对比，证明造型团队并非没有创新能力，只是似乎更愿意重复安全的老路。
某影视论坛的投票显示，68%的观众认为半永久造型会影响角色辨识度，45%的人承认曾混淆诚意不同剧的剧情。一位剧评人犀利指出，当演员的发型比角色性格更稳定时，就意味着造型从服务角色退化为维护偶像形象的工具。富山海首播热度虽破2万，但造型争议导致的口碑分化，让这部本有机会成为爆款的剧集高开低走，印证了观众对千剧一面的审美疲劳。莲花楼中的李莲花能从细微线索中识破阴谋沉香如屑的应渊是天界战神兼谋略家富山海的萧秋水，更是自带系统开挂的聪明人设。他在莲花楼中的表演尤其令人称道，通过眼神的锐利与疲惫，肢体的挺拔与佝偻，精准区分出李香怡与李莲花两个身份，将智者的通透与隐者的沧桑演绎的层次分明。有观众评价，看他分析案情时，会真的相信这个人智商超群，但现实中的诚意却总因天然呆上热搜。2025年爱奇艺尖叫之夜，他因粉丝尖叫声太大而忘词，站在台上手足无措的样子被做成表情包。星光大赏上，他提前背好的获奖感言在欢呼声中忘得一干二净，盯着提词器半天只说出谢谢大家，下台时还差点走错方向。后台采访更成重灾区，碰倒水杯时手忙脚乱的扑救，被记者提问时下意识的以及听到冷笑话时慢半拍的反应，都与屏幕上运筹帷幄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在星光大赏的摔跤事件中达到顶峰。当时程毅试图绕过赵又廷找空位，脚下打滑的瞬间，张若昀还没来得及伸手，他已经扑向王宝强。慢镜头显示，这位在剧中能完成复杂武打的演员，现实中连平地行走都显得笨拙。王宝强事后调侃，他比我演的傻根还实在。这段视频播放量破亿，评论区一半是憨憨可爱的调侃，一半是演技再好也别立聪明人设的质疑。心理学研究显示，当演员长期饰演某类角色时，观众会不自觉将角色特质投射到演员本人身上。程毅塑造的智者形象太过深入人心，导致其现实中的迷糊行为被放大解读。有网友翻出他早年采访片段，录制综艺时把制片人说成制作人，被纠正后脸红到耳根，直播带货时念错产品名称，慌乱中差点打翻样品。这些本属无心之失，却被官以装蠢人设崩他的标签。程毅的半永久争议，本质上是娱乐圈工业化生产的缩影。在快节奏的影视制作中，造型团队倾向于复制成功模板以降低风险。琉璃的丝凤造型出圈后，后续剧集自然延续相似风格。这种一招先吃遍天的策略在短期内确实有效，观众能快速识别演员，粉丝也乐于见到偶像维持帅气形象。但长期来看，这种偷懒会消磨演员的可塑性，就像鞠婧祎被网红妆束缚戏路，程毅也面临古装帅哥标签难以突破的困境。程毅的古装造型经过市场验证，换发型等于冒风险，没人愿意承担数据波动的责任。富山海明知假发套有争议，仍坚持使用。更换造型意味着重新拍摄定妆照，调整宣传物料，甚至可能影响招商。在流量至上的逻辑里，创新远不如复制稳妥。于是演员成了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造型则成了可重复使用的零件。对比老戏骨们为角色毁容式的付出，这种差距更显刺眼。李雪健为长征减重20斤，张译在1秒钟里晒出满脸皱纹，而年轻演员连改变发型都成了奢望。富山海编剧曾透露，最初想让萧秋水后期留胡须体现成长，但因影响偶像形象被平台否决。这种对美貌特权的执着，让角色沦为演员的陪衬，
本末倒置的创作逻辑导致剧集越来越悬浮。